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名岳康文先生所监修的《周围的精神变态者》这本书。当提到精神变态者这个词时，大家会联想到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否会想到那些没有任何抢劫或报复动机，却能够毫无理由地伤害他人的冷酷罪犯，或者那些存在于虚构作品中，沉迷于反社会行为的极端角色？确实，许多人会将这些形象与精神变态者联系在一起。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变态者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或过着异常的生活。实际上，有不少具备精神变态特质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过着看似普通的生活。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遇到精神变态者的可能性并不低。也许在学校或职场上，你会遇到一个看起来很合拍的朋友，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个精神变态者，或者是您的配偶，也可能具有精神变态的特质。更甚者，您的父母也有可能是精神变态者。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对待精神变态者。虽然偏见是不好的，但我们需要学会辨别普通人与精神变态者，并在必要时区别对待。为了避免在面对他们时因不知如何应对而受到伤害，提前通过这本书了解他们的特征和心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精神变态者究竟是怎样的人；第二，精神变态者可能就在您的身边；第三，精神变态者能被治愈吗？首先是第一部分，精神变态者究竟是怎样的人？精神变态者这个词主要用于异常心理学、生物精神医学等领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患有精神病态的人。精神病态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描述那些难以适应社会，尤其是犯下连环杀人等严重罪行的反社会人格。然而，正如开头所提到的，并不是只有犯罪者才具有精神病态。尽管精神变态者在许多人心中代表着负面形象，但其实很多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并没有犯罪，他们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在您身边也可能存在符合精神变态者特征的人。有些人利用精神变态者的特质，在企业中担任 CEO、律师、外科医生等社会核心的职位，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如美国精神医学会或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手册里面并没有使用精神变态者这个术语。这意味着精神变态者并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当患者具备精神病态的特征时，医学上的诊断名称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这是一个比精神病态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医生不会告诉患者您是精神变态者。另外，当研究人员在儿童身上发现精神病态的特质时，通常会考虑到儿童的未来，不会使用精神变态者这一称呼，而是用冷酷无情特质 CU 特质来表达。这种冷酷无情的描述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精神变态者的心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精神变态者的大脑。研究表明，精神病态是先天性的。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中与情感控制相关的区域，以及负责情绪反应处理和记忆的区域的活动水平通常低于平均值，因此他们天生容易冲动，难以与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精神医学会对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及精神变态者的诊断标准。如果一个人在15岁以后符合以下7个特征中的3个或以上，就可能患有这种疾病：1、无法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如有可能导致逮捕的行为； 2、为了自身利益而欺骗他人； 3、冲动且缺乏计划性； 4、容易引发争执或暴力及易怒性，因小事而表现出不悦的态度； 5、无法考虑自己或他人的安全； 6、缺乏责任感； 7、没有良心的责备。在这些特征中，是否有些与您或您认识的人相符呢？然而，准确的诊断需要至少1年，甚至是几年的中期观察。精神变态者可以分为2大类型，一种是冲动且易怒的反社会型精神变态者，他们往往会成为犯罪者，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另一种是与普通人一起生活的亲社会型精神变态者，他们不太可能成为犯罪者。亲社会型精神变态者通常具备高超的沟通技巧、优秀的展示能力、不易感到压力、决策大胆的特点。很多人在社会中占据着高位。然而，尽管他们不太可能犯罪，但精神变态者的特质仍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最好不要将他们与普通人混淆。尽管我们应该避免偏见，但记住，不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这样可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中去。精神变态者的情感波动不像普通人那样明显，他们的自我控制力较低，可能缺乏良心和理性思维，无法理解社会规范的重要性。他们不犯罪的原因通常只是因为被捕入狱对他们不利，而不是出于对于良心的考虑。由于他们缺乏良心，不会感到后悔或内疚，即使口头上表示悔过，那也是经过计算后对自己有利的表现。精神变态者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能够获利，他们会不择手段。而由于他们难以理解他人的感受，对他人漠不关心，所以经常表现得冷漠甚至无情。他们很少感受到喜怒哀乐，也无法理解或同情他人，因此不会引发共鸣或反感。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取乐。精神变态者总是感到无聊，随时希望寻求刺激，冲动行事，不顾风险或危险。对普通人来说，良心会痛或感到罪恶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即使发生了问题，他们也能够巧妙地应对。他们善于交流，自信满满，因此能够轻松赢得他人的信任。然而，如果他们无法达到目的，就会变得非常愤怒，采取不合理的行为。精神变态者常常能吸引他人，并获得赞赏，但内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把他人当作工具或棋子，一旦对方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因此，如果您的上司是精神变态者，您可能会遭受异常的职场霸凌，甚至因此而患病。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对策是调职或辞职，简单的逃离，不要试图理解或同情上司的行为，否则您可能会被压垮。不仅限于工作场所，在兴趣班或网络社区中，您的身边随时可能潜藏着一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精神变态者。比如，如果您遇到了一个能谈心的新朋友，对方可能是精神变态者。虽然您可能信任并感激这个人，但实际上，您可能忽视了潜在的危险。您可能随时会因为卷入对方的节奏而遭遇不测。当然，您不需要过分怀疑或害怕周围的人，但本书的作者认为，为了避免成为精神变态者的目标，就像防范电话诈骗一样，平时做好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精神变态者可能就在您的身边。前面我已经解释了精神变态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容易成为犯罪者的反社会性精神变态者；另一种则是生活在社会中不太容易成为犯罪者的类型。实际上，大多数精神变态者都属于后者，他们隐藏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因此您身边的人中可能就有精神变态者的存在。换句话说，精神变态者可能无处不在，未来遇到他们的概率也相当高。既然他们可能无处不在，您可能已经与精神变态者有过了接触。书中描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变态者。当您看到这些例子时，或许会感到，这个人我见过，或者我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甚至会意识到，自己在与他人交往时出现的许多问题，可能是因为对方具有精神变态的特质。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书中描绘的一个精神变态者，并详细解说他的特征。情景设定是，当您在新工作中遇到一位精神变态的前辈时，会发生什么？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大学生，兼职员工优先生，以及他在打工店铺的前辈 H 小姐。优先生是 K 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他在便利店开始了兼职工作。
经常与前辈 H 小姐一起值班。第一天上班时，店长给他介绍了 H 小姐，并告诉优先生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在店长离开后， H 小姐立刻以严厉的表情对优先生说：“别愣着，去做 Face Up 吧。”优先生困惑不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 Face Up， 他想问清楚，但 H 小姐根本不理他，径直回到自己的工作中。优先生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后来问了另一位前辈，才知道 Face Up 是指将陈列的商品按日期重新摆放。当天，优先生勉强完成了工作，并在准备回家时向仍在工作的 H 小姐道别：“我先走了。”然而他再次被无视。优先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视，也不明白为什么工作没有得到指导。他带着疑惑回到了家。第二天，当他再次上班时，发现店长和 H 小姐都在。H 小姐和前一天的态度完全不同，显得非常和蔼可亲。然而，当店长离开后， H 小姐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变，开始责备优先生 Face Up 的事。H 小姐说：“我不是告诉过你 Face Up 了吗？岂不是显得我没有教过你？”优先生回应道：“你并没有教过我啊。”但 H 小姐却讥讽道：“这种常识你应该知道的吧？不要把自己的无知怪罪到别人的头上。”那天， H 小姐没有告知优先生自己先走了，就回家了。在此以后， H 小姐对优先生的攻击性行为持续不断。再后来，优先生从店长的口中得知， H 小姐曾向店长报告优先生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H 小姐的这些行为令优先生感到非常困扰。最终，他心力交瘁，决定辞职。而后来，他还发现，其他和 H 小姐同一班次的大学生兼职员工也相继离职。在他回顾这一切时，不禁感叹自己遇到了一场大灾难。大家感觉怎么样呢？虽然这听起来很可怕，但很多人可能都听说或者经历过类似的故事。或许不是在兼职中，而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过不讲理的上司，或者在社区中遇到过难以理解的前辈。可能很多人都有遭遇到像 H 小姐这样恶劣的人的经历。在店长面前， H 小姐表现得像是优先生的好前辈，但一旦店长离开，她立刻变得态度恶劣，对优先生无视，不教导其工作，并用各种不合理的方式羞辱和排挤他。他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为了自己的消遣，想看看这个阳光开朗的新人会有什么反应而已。那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可能是精神病态者的人的特征：一、无法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二、为了自身利益而欺骗他人；三、冲动且缺乏计划性；四、容易引发争执或暴力；五、无法考虑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六、缺乏责任感；七、没有良心的责备。在这7个特征中， H 女士符合第2条为了自身利益而欺骗他人，第3条冲动且缺乏计划性，第7条没有良心的谴责。因此可以认为 H 女士属于这3项特征的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者往往试图将他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且他们在这一点上通常非常擅长。他们极为自我中心，缺乏共情能力，因此能够冷静地运用观察力、分析力和执行力，无情地攻击他人。H 女士对优先生的攻击性行为正符合这些特征。此外，精神病态者还有一个基本的欲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他人视作棋盘上的棋子，随意进行操控。他们出于无聊和对刺激的渴望，可能会用无理的言辞攻击他人，从中观察对方的反应并感到愉快。而一旦觉得对方没有利用价值，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种行为对普通人来说难以理解，但由于精神病态者缺乏共情能力，他们无法理解普通人对深厚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他们而言，他人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用来消遣的玩具。优先生因成为精神病态者 H 女士的目标而感到痛苦，
但能够轻易辞掉兼职的工作，或许是他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心理层面上，普通人很难与精神病态者抗衡，特别是在面对地位更高的精神病态者时，尽早逃离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如果遇到的是正式工作而不是兼职，例如经历艰难的求职过程后进入的公司，或者是工作多年的老员工，许多人会感到辞职的巨大阻力，尤其是那些认真负责的人。听到这些话，一些认真的人可能会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或是怀疑对方是否身体不好，或者有其他的烦恼，并试图通过这些想法来安慰自己。然而，这样一来，逃离这一选项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被选择，心理上的创伤也会不断累积。如果您开始怀疑对方攻击的原因，并认为是自己有问题，那么您的一连串顾虑实际上正中精神病态者的下怀。精神病态者喜欢操纵他人的情感，并从对方的困惑和动摇中获得刺激和满足。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毫无愧疚之心。为了获得利益，他们在上级面前表现得讨人喜欢，营造出有能力的形象。然而，对于那些被他们视为下级的人，或者那些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冷酷地利用观察力和分析力，精准地打击对方的弱点，不择手段。为了避免被精神病态者利用和伤害，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们有深入的接触。接下来是第三部分：精神变态者能被治愈吗？我将对精神变态者的应对策略进行解说。精神变态者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周围，那么如果不幸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答案是：不要试图为他们辩护，也不要正面与他们抗争，而是尽可能地避开他们，逃离才是最好的策略。如果在与某人交往的过程中，您逐渐感到对方有些奇怪，甚至怀疑对方可能是精神变态者，因而感到不安或压力，那么请相信自己的直觉，尽量保持与其的距离。如果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也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客观意见。平时要意识到身边可能存在精神变态者，这样在遇到他们时，不至于手足无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如何尽量避免与精神变态者接触呢？其中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警惕网络世界。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反社会型精神变态者通常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寻找猎物。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精神变态者开始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上寻找目标。在网络上，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私的言论。网络成为了他们展现高超操控能力的温床。一些精神变态者会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的争议，频繁攻击他人以获得优越感，或者为了打发无聊而进行恶意破坏。那些被强势发言或公开演讲所吸引的人，尤其是社会经验较少的年轻人，往往会成为他们的目标。然而，在这些强势发声者中，可能有许多精神变态者。为了避免卷入他们制造的困境，我们需要提高媒体素养。最后，我想谈谈精神变态者的特征是否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他们的特征会因为某种契机而消失吗？或者，精神变态者能被治愈吗？精神变态者的特征通常是先天性的，虽然这些特征在他人看来难以置信，但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与常人不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松获取各种信息，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诊断。因此，完全没有精神障碍意识的精神变态者数量有所减少。然而，这一趋势似乎并未影响到精神变态者。据了解，精神变态者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情况极为罕见。这类患者几乎不可能自愿接受治疗，即使偶尔接受了咨询，他们也难以坚持治疗。原因在于，精神变态者通常认为自己的特征是正常的，无法理解长期康复治疗的重要性。
由于他们经常感到无聊，并不断追求刺激，即使家人劝导他们开始治疗，他们也往往会中途放弃。有时候，精神变态者甚至会因为无聊而试图戏弄治疗师，以此来取乐。因此，尽管通过治疗改变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一过程极为困难。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